各位朋友，美国宣布在中东自卫反击，把中国的网友都给笑趴下了。自卫反击这个词儿，美帝国主义现在怎么开始用这个词儿了呢？果然呢，这个美国现在学中国现在是全方位的学呀。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1日发表声明称，伊斯兰革命卫队在2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了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这个伊朗称呢，袭击了美军第5舰队的爱国者导弹系统，位于巴林的第5舰队的总部，说是爱国者导弹那个通信天线和雷达设施成为攻击目标。这个伊朗对伊拉克北部的哈里尔美军基地也发动了导弹袭击，并摧毁了位于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的美军雷达。美军的中央司令部呢则宣称对伊朗多个目标实施了自卫性的打击。而川普呢也在稍早的时候宣布我要揍伊朗了。We're going to be attacking them very hard. Resuming bombing? Yeah, well, we are. Based on the helicopter, I guess we have the right to do that. You know, they shot down a very incredible, actually an incredible machine. They should sign their deal. It's a good deal. It doesn't give them the right to have a nuclear weapon. In fact, it totally prohibits them from ever having a nuclear weapon. And it was just tap, tap, tap. I don't know what they're doing. So we'll see what happens. But we hit them hard yesterday, and we're going to hit them again hard today, in case you miss it, in case you don't turn on your television set. And we'll see what happens with the deal. We were really close to a deal, but they keep tapping us along. They keep playing us for suckers because you know what? They dealt with some very stupid presidents. I have to say that. I'm embarrassed to say it. Some very stupid people were sitting here. Mr. President, are you going to go back to attack, or are you thinking of attacking Iranian power plants and bridges? Well, I'm not going to say that to you, but I could do that. Look, I could knock out Iran very simply.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and they won't. And they've agreed to that. All they have to do is they have to start signing a paper. It's fully negotiated.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的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11号的凌晨1点50分，北京时间的6点20分。在10号凌晨伊美爆发军事冲突后，当地时间11号凌晨，美国宣布再次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截至目前，袭击范围仍然是伊朗南部的波斯湾沿岸地区，包括米纳布、西里克、格什木道等。自10号开始的本轮冲突是此前伊美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数次军事摩擦，以及数日前的伊以军事冲突后展开的。如此频繁的军事冲突体现出第一，中东地区的总体局势自美以伊战争爆发以来呈现高度脆弱和不确定性；第二，伊朗和美国迟迟未能就停战谅解备忘录以及谈判达成一致，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议题、赔偿议题、解冻资产议题上仍然分歧巨大。第三，伊朗与美以之间频繁的军事摩擦和军事冲突将极大地延缓任何旨在缓和局势的外交进程。此前，伊朗已经宣布将对美国的任何军事侵略行为进行严厉回应。接下来，我们将密切关注地区局势走向。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现在是伊朗当地时间的11号的4点45分，北京时间的9点15分。目前我所在的伊朗首都德黑兰一切正常，但稍早前，位于德黑兰西部的城市卡拉季以及德黑兰省的部分地区均传出爆炸声。除此之外，过去几个小时中，伊朗遭到美军袭击的地点主要集中在南部的波斯湾沿岸地区，西里克、米纳布、格什木道等多地均传出爆炸。再来关注伊朗的行动，自当地时间11号凌晨起，伊朗军方宣布，包括油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船只均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直至另行通知。11号凌晨，伊朗军方宣布使用多型号无人机对美军位于巴林的第5舰队发动了袭击。
伊朗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在一份声明中指出，为回应美军对革命卫队部分勤务部队沿海哨所、警察中心和阿巴斯港机场的袭击，在2波行动中，卫队对美国位于科威特和巴林3处军事基地的18个美军重要目标进行了打击和摧毁。根据我在伊朗的观察，连续2天的美伊冲突中，尽管美方都通过官员或媒体提前释放了即将打击伊朗的消息，但美方军事行动的规模和范围呈现出扩大趋势，伊朗的立场和举措也愈发强硬。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关注地区的事态发展。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对黑蓝报道。伊朗对美军的基地发起了反击。根据监控画面呢，并不是说这个美军宣称的全部拦截了，确实是打中了。这就有意思了，朋友们，伊朗宣称是这个袭击了美军的 F-35 机库。那如果是 F-35 机库真被击中的话，那川普这个代价可大了，也是这个美军的所谓的5代机首杀呀。当然了，现在没有证据证明伊朗呢是击中了 F-35 的飞机但是如果是那这个川普这个自卫反击的代价大了去了。比击落阿帕奇更劲爆的事来了，在美军阿帕奇被伊朗击落之后，美军今天一股脑对伊朗进行了3轮报复。那伊朗也没含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直接甩出了一张王炸，宣布用远程固体燃料导弹把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的 F-35战斗机机库和指挥控制中心给扬了。除此之外，据说还有其他4个重要目标。这可不是伊朗今天唯一的战果。在凌晨，伊朗军用无人机攻击了美军80第5舰队。那随后呢，又在海峡附近的交战中又击落了美军一架 MQ-9死神无人机。但是相比较美军 F-35机库被击中，那上面的战果可以直接忽略。现在大家最关注的问题是 F-35的机库是否真的被击中，机库里是否有 F-35战机被摧毁。而且你觉得大机库和直击击落战机哪个杀伤力威慑力翻倍呢？先说说你的看法。客观来说没有线上高清无码视频出来之前， F-35到底有没有被烧成铁疙瘩，咱们还得打个问号。毕竟老美向来有丧事喜办大事化小的传统艺能，但是也有现场实打实的回测效果。红标锁定 F-35专属封闭式机库区域， F-35那可是娇贵到堪称机中公主，必须同位横尸，防涂层剥落，防隐身材料氧化。那一座标准 F-35机库造价动辄也是数千万美金墙体是加厚防爆钢筋混凝土，搭配防爆加层，独立供电通风，隐身维护全套设备的。伊朗用固体燃料远程弹道导弹灌顶打击，而不是擦边爆炸，是正中机库主体框架。目前分3方消息来对照看，伊朗方面官宣机库彻底摧毁，内部配套维护系统全部报废，而约旦军方含糊其辞，只说拦截了部分导弹，闭口不提机库损毁程度。最直接的是美军中央司令部经典装死，半天憋不出一句完整通报。那往常一丁点小擦伤都要全军渲染美军无敌，要是没损失更是老早就跳出来辟谣了。那这次鸦雀无声，说明什么呢？足以印证损失可能绝对不小，这一点大家细品。那里面到底有没有 F-35飞机过端？讲客观情报，那这座基地常年常驻近30架 F-35A 隐身战机，是美军直面伊朗最前沿隐身突击机群。今年2月还从美军攻掉了18架 F-35增援四处，那整个基地战机总数飙到了80架飞行。打击发生在凌晨深夜，这时候绝大多数战机只有2种状态，一部分升空参与任务，那另一部分就会停进恒温机库过夜保养。国外开源情报网分析师拆解评论说，2座主力 F-35机库被利用，至少2到3架停库战机难逃重创。哪怕机身没有当场被炸碎，但是如果受到冲击波损毁，那 F-35一次大修，那动辄都得上亿成本。即便 F-35升空在外躲过爆炸了，但是老窝被端了。单看约旦的极端天气，那就相当于以后不仅检修维护的窝点没了，那也相当影响深远。但是重点来了，不管机库里有没有飞机，伊朗这波操作在战略上已经是赢麻了。伊朗这边战报发的震天响，说打击并摧毁的目标主打一个气势如虹。反观老美那边呢，无价大佬的发言人估计现在正疯狂找速效救新闻呢，对外只敢憋出一句损失可控，无人员伤亡。尽管西方分析评论说目前还没有影像等实质性证据来证实伊朗方面的这些说法，
但是重要的不是纠结有没有 F-35被摧毁，而是伊朗这次突然打击的月亮美军基地是玩以战促谈的高端局，而且是对美国以战促谈的反杀。最近川普不是还在贸易谈判吗？那伊朗的潜台词就是别以为坐在谈判桌上我就是软柿子，惹急了连你的 F-35都敢扬了。那这叫什么？这个叫手里有剑才能好好说话。至于 F-35机库到底毁没毁，那是战术层面的问题，咱们就等彗星图吃瓜。如果真的灰飞烟灭，那就等于告诉全世界，在军事技术层面别再小看伊朗军工，远程导弹精度、目标识别、坐标锁定能力已经摸到了世界第一级的门槛。美军的萨德、爱国者、多层防空网全拦不住，那漏洞不为可见。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这个意义更加突出，证实了伊朗的态度、反击的决心。军事行动手段已经不再畏手畏脚，而是从相人就打击变成要摧毁对方有生力量的状态。而它释放出来的政治信号，那就是武力威慑只会将伊朗推向美国想要达成目的的相反方向。那大家觉得美国接下来还会不会大规模报复伊朗？争取咱们聊一聊。中东显然又变成了美国的另一个阿富汗式的泥潭。现在川普是进退两难，马上就面临着美国的中期选举了呀。点个订阅吧，咱们下期再聊。